这个中原学者、岐黄学者的教授，是我们呼吸界的大腕，是这个国家呢区域诊疗中心这个负责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2项，省部级呢科技进步1等奖5项。李素云老师呢，对我们陕西中医呼吸的帮助是很大的。借此机会呢，我也向李老师呢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呢，李素云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讲课题目是经方论治咳嗽的一些临床体会啊，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谢谢李老师。各位专家、各位同道，大家好。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经方治疗咳嗽临床实践。我是来自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李素云。我将从以下4个方面和大家分享。首先是咳嗽的定义。咳嗽呢是机体重要的防御性反射，有利于清除过多的呼吸道分泌物和有害因子。但在疾病状态下，频繁剧烈的咳嗽会对患者的工作、生活和社会活动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那么咳嗽呢，也是我们呼吸专科门诊和社区门诊患者最常见的症状。那么在我们国内呢，专科门诊中，慢性咳嗽占到了患者的1/3以上。那么咳嗽呢，按时间分，小于3周呢，把它归类为急性咳嗽；大于8周呢，叫慢性咳嗽；在3到8周之间呢，叫亚急性咳嗽。按性质分，又分干咳和湿咳2种类型。那么急性咳嗽常见的病因与分类有以下几个方面。常见的有普通感冒和急性气管支气管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和支气管扩张等原有的呼吸道疾病的加重呢，也可以导致咳嗽的加重或者发生急性咳嗽。但是要注意区分是否伴有危重症，比如说急性心梗、左心功能不全、肺炎、气胸、肺栓塞和遗物吸入所表现出来的急性咳嗽，但不能按照急性咳嗽来处理。另外呢，一些急性的传染性疾病，比如说流感、像新冠肺炎，那么咳嗽呢也是它主要的症状，那么发生率呢通常可以达70%左右，甚至是更高。还有呢，就是环境因素或职业暴露也是导致急性咳嗽不可忽视的原因。那么临床上呢，我们要识别它的病因。第二个方面就是亚急性咳嗽的病因和分类，常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感染后咳嗽，那么它是亚急性咳嗽最常见的原因。当呼吸道感染的急性期症状消失以后，咳嗽仍然迁延不愈，表现为刺激性干咳，或者咳少量白色黏痰，通常呢持续3到8周。哀腺胸片呢没有异常，称为感染后咳嗽。那么还有一个叫迁延性感染性咳嗽呢，是少数患者经历过前期呼吸道感染后，咳嗽仍然不愈，但是感染的表现也依然存在。所以它和上边的感染后咳嗽所不同的是，这一类咳嗽呢，感染因素依然存在，需要针对性的抗感染治疗。那么第3个方面就是慢性咳嗽病因的亚急性阶段。那我们看，这是感染后咳嗽和迁延性感染性咳嗽的区别。那么上面这个常见的感染的原因已经去除，那么就是感染后咳嗽。如果像这些感染的因素，肺炎、支原体、衣原体、细菌等感染没有去除，那么还需要抗感染治疗，就是迁延性感染性咳嗽。这2者呢要区分开来。第3个呢，常见的原因是慢性咳嗽。慢性咳嗽常见的病因呢，以下6个方面常见的原因。首先呢是上气道咳嗽综合征，那么它通常呢由于鼻部疾病引起的分泌物倒流到鼻后或者咽喉部位，直接或间接刺激到咳嗽感受器，导致的以咳嗽为主要表现的临床综合征。那么由于目前呢没有办法区别上呼吸道相关的咳嗽
是由鼻后滴流直接刺激引起的，还是因为炎症刺激上呼吸道的咳嗽感受器所致？所以呢，美国2006年的咳嗽指南呢，建议用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来代替鼻后滴流综合征。所以我们国家的指南上也把这两个呢合并来进行，把它归在一类。那么它们的基础疾病呢，都是有鼻炎或者鼻窦炎，或者有慢性咽喉炎或者扁桃体炎。那么它的主要症状呢，除咳嗽、咳痰外，主要的表现有鼻部的症状，比如说鼻塞、鼻腔分泌物增加、频繁的清嗓、咽喉粘液附着和鼻后滴流感。那么变应性鼻炎还会有鼻痒、喷嚏等这些过敏的症状。那么鼻窦炎呢，常常有鼻塞、脓涕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它的诊断的标准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慢性咳嗽，白天或者支气胃转变后咳嗽为主，入睡后较少。第二呢，是有鼻部和咽喉疾病的临床表现和病史。第三呢，辅助检查有鼻部或咽喉部疾病的诊断来支持。另外呢，针对基础疾病治疗，疗效明显。第二个常见的类型是 CVA， 它是哮喘的一种特殊类型，咳嗽是其主要或唯一的临床表现，没有明显的喘息、气促等症状，但是存在气道高反应性。CVA 是慢性咳嗽的最常见的病因，那么临床主要表现为刺激性干咳，通常呢咳嗽比较剧烈，夜间或者凌晨咳嗽是其重要的特征。像感冒、冷空气、灰尘、油烟等刺激容易诱发或者加重咳嗽。那么它的诊断要符合以下3个标准：第一是慢性咳嗽的症状，第二是支气管继发试验阳性，或者 PF 平均昼夜变异率大于或等于10%，或者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第三是抗哮喘治疗有效。那么另外一个类型呢，慢性咳嗽的常见病因是 EB。EB 呢是慢性咳嗽常见的病因，占有慢性咳嗽病因的13%到22%左右。它是以四酸气道的四酸粒细胞浸润为特征，含四酸粒细胞增高，但气道炎症范围比较局限。临床上除罢慢性刺激性咳嗽的症状外，那么它的咳嗽特点呢是干咳，或者白天咳嗽多，少数呢会有夜间咳嗽，对油烟、灰尘、异味、冷空气刺激比较敏感，它常为诱发咳嗽的重要原因，所以它没有呼吸困难，没有喘息。最重要的和 CVA 的区别是肺通气功能 PF 正常，气道继发实验是阴性的，就是它没有气道高反应性的存在。它的诊断要符合以下5个标准：一个是症状，就是刺激性咳嗽；第二个肺通气功能正常，没有气道高反应性 PF 正常；第三个重要的指标痰细胞学嗜酸粒细胞的比例大于2.5%；第四，排除其他嗜酸粒细胞增多性疾病；第五，口服或吸入糖皮质激素有效。那么第4个类型就是胃食管反流性咳嗽，那么它呢是因为胃酸和其他胃内容物反流入气管食管，因为胃酸和其他胃内容物反流进入食管导致的以咳嗽为主要表现的综合征。那么常见的症状除咳嗽以外，有1半左右的患者呢可有反酸、胸部后烧灼感和嗳气等症状。那么咳嗽大多发生在日间、直立位和体位变换时，以干咳或咳少量白黏痰为主，进食酸性油腻食物容易诱发或加重咳嗽。那么它的诊断标准符合以下3个方面：慢性咳嗽，白天咳嗽常见，少数患者呢有夜间咳嗽，
食管反流检测酸暴露时间大于6%和症状相关概率大于95%，抗反酸治疗，咳嗽明显减轻或消失。那么还有一个类型叫变应性咳嗽，就临床上某些患者呢具有特应质，痰四酸粒细胞是正常的，也没有起到高反应性，糖皮质激素和抗组胺治疗有效。那么这一类咳嗽呢叫变应性咳嗽，它的临床表现除了刺激性干咳以外，多为阵发性，白天夜间均可发生，油烟、灰尘、冷空气、讲话等容易诱发咳嗽，常伴有咽喉发痒的症状，通气功能是正常的，没有起到高反应性。诱导痰细胞学、四酸粒细胞也是正常的，这是它和上述其他疾病的一个区别。它的诊断标准要符合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慢性咳嗽多为刺激性干咳，肺通气功能正常，支气管激发试验阴性，诱导痰细胞学，痰细胞不高，糖皮质激素和抗组胺治疗有效，这4点是必须具备。同时还要具备以下3个的第一项：一个有变异性疾病的病史，或有变应源的接触史；第二个呢，病因源皮试阳性，或者第3，血清总 IgE 或者特异性 IgE 增高。那么中医对咳嗽呢认识呢，中医认为咳嗽呢是因各种原因导致的肺湿宣肃、肺气上逆所致的以咳嗽为主要临床症状的一种肺系病症。那么历代医家对咳嗽的病因、病机、辨证治疗、处方用药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效的方药。那《黄帝内经》对咳嗽的论述有很多，著名的有专篇《素问咳论》，更多的散见于各篇。那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笃肺也。那有关咳嗽的病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里边讲，在脏为肺，在变动为咳。宣明五气篇也讲，五气所病，肺为咳。灵枢九针论也讲，肺主咳。经脉篇里边讲，四主肺所生病者咳。这就说明咳嗽的病位呢在肺。它的病机有以下几个方面内经里边认为，外邪伤肺，就是风寒热等6阴邪气伤肺。比如《虞姬真脏论》里边讲，今风寒克于人，并入摄于肺，发咳伤气。无常症大论里边也讲，其病咳，邪伤肺也。等等。次热论里边讲，肺热病者，热征在喘咳。素问咳论里边是指出了寒邪之病内外和谐，导致了咳嗽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常见的原因呢，运气失常。比如说气交变大论里边讲，岁火太过，炎暑流行，肺经受血，少气喘咳。像岁水太过，寒气流行，喘咳；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肾在喘咳泥气等等。这是指出了运气失常是导致咳嗽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脏腑失调，病积于肺。像《生气通天论》里边讲，秋伤欲湿，上泥而咳。像秋伤欲湿，冬生咳嗽，肺热病者热增在喘咳等等。还有一些原因，像经脉篇里边讲，是诸肺所生病者咳，还有赤中肺3日死，其动为咳，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气胸导致的咳嗽。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水湿停聚，痰饮阻肺。像《是从容论》里边讲，咳喘者，水气病于阳明也。行寒，寒饮在伤肺，伤肺在咳，我们都知道这个很著名的一句话。那么《内经》里边对咳嗽治则治法的论述呢，讲到了肺苦气上逆，及时苦以泻子，必先遂气，勿发天和，勿盛盛，勿虚虚等。还指出
司天之气，风阴所盛，平易心凉，佐以苦甘，以甘缓滞，以酸泻之等等。那么《内经》里边呢，是以四气五倍理论组方，用药物性味来纠正人体病变时的失常为治疗原则，达到以平为期，无事过之这样的一个度。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内经》里边是以针灸为主治疗咳嗽的。比如说，他指出取气经、太阴足太阳指外等等，就是咳嗽呢要以针刺和灸法为主治疗。那么同时呢，《五常症大论》里边也指出，能毒者以厚药，不能毒者以薄药，大毒去病，实去其六等等，指出骨肉果菜食养禁止，无食过之，伤其正也。这是《内经》提出了治疗疾病以平为期，达到一个平衡。那么之后，《伤寒论》有诸多条文呢，论述咳嗽，但317条指出，病介与方相应者奈夫子，指出了方正相应才能起到疗效。主病源候论里边更提出了10种咳嗽。景岳签书里边把咳嗽分为外感和内伤，至今还在指导我们临床对咳嗽的辨证治疗。第二个是治疗咳嗽的经方。那么什么是经方呢？广义的经方呢是指经方医学，狭义的经方呢是指经方方剂。经方起源于《神农本草经》，发展于汤以经法，完善于《伤寒杂病论》。那么对于经方呢，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是《汉书》以文字方剂类记载的经方11家，唐以前包括唐代医注中的经验方。第三，《内经·伤寒金匮要略》记载的方剂。第四是特指《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377首方剂。第五呢，是除伤寒金匮外，还包括小品方、参丝方中的方剂。那么有这几种观点。那无论是我们前面讲到了急性咳嗽、亚急性咳嗽还是慢性咳嗽，运用经方治疗呢，都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研究呢，《伤寒论》里边应用最广泛的有10首方剂，在这里边像小柴胡、桂枝、大承气、半夏、泻心、四逆散、麻杏石甘、五苓散、小青龙都是治疗咳嗽常用的方剂。那么在《金匮要略》里边，大概与咳嗽有关病症的常用方有40首左右，把它分为以下几类，像桂枝类、麻黄类、青龙类、灵甘无味姜辛汤类、约脾汤类等等。麻黄汤类呢，有麻黄汤、葛根汤、麻杏石甘汤、大小青龙汤、射甘麻黄汤等等。柴胡类呢，有大小柴胡、四逆散。像桂枝汤类呢，有桂枝类方，有桂枝汤、桂枝加厚朴杏子汤、灵桂猪肝汤、五苓散等。茯苓类呢，像灵甘无味姜辛汤、茯苓杏仁甘草汤。姜附类呢，有甘草干姜汤、生姜甘草汤、真武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带黄类呢，有大承气、大陷胸、桔梗白散、石枣汤等。像人参类呢，麦门冬、鼠玉丸。瓜蒌类的小陷胸、瓜蒌泻白白酒汤，其他的还有木方剂汤、半夏厚补汤、葶苈大枣泻肺汤、皂荚丸等。那我们看小柴胡汤，小柴胡汤所治的咳嗽呢，常为阵发性，咳甚在胸胁胀满，伴有口苦咽干、脉弦。那么在《伤寒论》原文96条提及的伤寒5、6日中风、往来寒热等等，他后边指出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后续条文有讲，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干姜2两。大家看
小柴胡汤所治的咳嗽是在霍软症里边，要去掉人参、生姜和大枣，要加五味子和干姜。那么有研究显示啊，《伤寒论》小柴胡汤治疗的疾病，前几位的主要是发热和咳嗽、胃炎等，在前3位的分别发热、咳嗽和胃炎。那么小柴胡汤所治咳嗽的特点是阵发性的、休作有时、少阳病的特点，规律性的发作。那么这是邪犯少阳、枢机不利、鱼儿化火、上耳犯肺所导致的咳嗽。所以我经常用这个方来治疗感染后咳嗽或者慢性咳嗽病因里边的一些咳嗽，符合这样的特点。小青龙汤呢是散寒主饮之剂，那么它在40条伤寒论原文提及，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等等，说它治疗的咳嗽是发热而咳。那么它的指征呢是外寒疏表，内有水饮者，或有内有水饮腹感外邪者，或者寒饮内停而无表症者。所以我说小青龙汤现在用的多，我们现在的人大量的应用空调，像清热解毒药应用的过多，又喜欢喝冷饮，那么小青龙汤症并不少见。那么小青龙汤的辨要点一个，我认为是辨水色、辨气色，就是痰饮的色。我们会见到面色偏黑，有粒斑、有水斑或者四肢头面浮肿。那还有是弦脉，辨舌象，舌象呢多舌质多是淡红的，舌苔多是白滑呢，或者水滑呢，或者粘液满布的。辨痰液，它的痰液都是清晰的痰液。那么小青龙汤加石膏汤是小青龙加石膏，给大家举个例子，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这个人是确诊的咳嗽变异性哮喘，并且按照哮喘治疗没有效果呢。然后我们见到的时候，他是咳嗽非常剧烈，那么有过敏性鼻炎的症状。然后咳嗽是夜间咳嗽时比较厉害，夜尿比较多。你看我给的就是小青龙加石膏汤，为啥给了有石膏？它咽喉是红的，又加了个蝉蜕。那么这个人治了7剂，咳嗽就大减。那么后来有加减治疗以后，那么咳嗽就消失了。月脾加半夏汤。那原文治咳而上气，治疗月脾加半夏汤。这是我们说咳嗽便有气短、气往上冲、烦躁不安，这个舌红脉大了，可以用月脾加半夏汤。那么在新冠肺炎期间，对于发热而咳呢，这个月脾加半夏汤大家可以试一试。射干麻黄汤，它的原文是咳而上气，喉中水积生，射干麻黄汤治疗。那么《金匮要略新典》里边有一句话，我觉着对射干麻黄汤的解释特别到位。他讲咳而上气，肺有邪，在气不降而反逆也，就是上气啊，肺气上逆，肺中寒饮上入喉间，为呼吸之气所积，在作声如水积。射干之源，款冬降仪气，麻黄细辛生姜发邪气，半夏消淫气乌尾敛肺气，以大枣安中气，恐皆散之药，并伤及其正气。就是他对射干麻黄汤的一个方解。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方解呢很到位，和大家分享。厚朴麻黄汤它治疗呢咳而脉浮者，脉浮说明啥？有表症。它主要治疗寒饮加热的咳喘，病邪偏于表之方。所以说它治疗呢除把咳嗽以外，有烦躁、口渴、
麦麸等，那也可以用于治疗外有受邪的这种咳嗽或者咳嗽变异性哮喘。真武汤，真武汤呢是《伤寒论》原文316条提及少阴病，最后其人或咳。真武汤治疗咳嗽也是一个或然症，它的特点是色白之息呈泡沫痰，伴有气促、胸闷、纳差、微寒。那么适应于病程较长的老年人、心肾阳虚的患者。四逆散，原文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这样也是一个或然症。那么它治疗咳嗽的特点应该是阵发性咳嗽、干咳或者咳泥上气，伴有胸胁胀疼这样的一个脉弦这样的症状。这是我用四逆散和半夏厚朴汤治疗肺癌手术以后咳嗽的一个病例。这个患者肺癌手术后1个月，咳嗽剧烈，刺激性气味容易诱发气短、口干、汗出、入睡困难。那么他还有潮热盗汗，还有大便偏稀、舌体胖、苔少、脉弦，所以他这个人我就给他用了，他心理作用很大，就给他了一个四逆散和半夏厚朴汤，用了以后这个咳嗽逐渐就消失了。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叫喘家做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是应用的治症。所以那么对于有一些自汗出这种咳嗽怕冷怕风的一些患者，或者咳嗽变异性哮喘伴有过敏性鼻炎的，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会有很好的效果。灵甘乌味姜辛汤，它讲冲气积低二犯更咳，胸满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去桂加干姜细辛以治其咳喘。所以这个呢，我通常用于治疗风寒感冒，服用寒凉药，大量的寒凉药，柴眠难愈的这一类咳嗽，有咽痒的、胸闷的、咳声不扬的、咳嗽频急的、苔白的，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会有效果。这是我用它治疗了一个干咳的一个患者，这个患者2剂药，就是干咳喉痒1个多月，阵发性咳嗽，然后他吃过紫凑散等，口干不想饮水，大便淌，舌苔白厚腻，脉滑细，所以我认为他还是有饮邪，所以就给了灵甘乌味姜辛汤加减，吃了2副就好。半夏厚朴汤，这个大家都知道，它是治疗咳嗽伴有咽喉有异物，就鼻后滴漏咳嗽、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治疗会往往有效果。这是一个例子，时间关系就不再跟大家分享。麦门冬汤，大逆上气，咽喉不利，止遗下气，麦门冬汤主治。大家看麦门冬汤方，我觉得这是个关键，麦门冬和半夏的比例是7:1，什么意思？就是麦门冬汤里边麦冬的量要重用。本草新编里边对这个方子的讲解指出，但世人不知麦冬之妙用，往往少用之而不能成功，为可惜也。不知麦冬必须多用，力量使大，盖火伏于肺中，朔干内液，不用麦冬之多，则火不能治愈。所以说他说了，要有麦冬量大才能治疗虚火上逆，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个方也很好用。炙甘草汤，我们都知道新冬季麦秸秆炙甘草汤主治，它治疗的是心悸，但是我用这个方治疗了一个久咳不愈、口干咽燥、痰中夹血的阴血不足的咳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说临床中大家也可以试试。那么第3呢，伤寒金匮治疗咳嗽的方法总结有几点：一个宣肺止咳，
那么柯云白指出，仲景发汗有5发，麻黄汤汗在皮肤，是发散外感寒气；桂枝汤汗在经络，是疏通血脉之精气；葛根汤汗在肌肉，是提升津液之清气；大青龙汤汗在胸中，是解散内扰之阳气；小青龙汤汗在心下，是去主内虚之水气。我认为总结了很到位，所以说宣肺止咳，我觉得这个是伤寒金匮咳嗽治疗咳嗽的最重要的一个方法。降气止咳就是肺苦气上泥，及时苦以泻子。像这里边的越皮加半夏汤、射干麻黄汤都是温肺止咳。那么这里边呢，像经常的用一些灵甘无味姜辛汤啊、甘草干姜汤啊等等，补肺止咳。那我们像黄芪建中汤啊，就是补肺止咳；清热清肺止咳。那像我们的小青龙加石膏汤啊，还有胃镜汤啊，都是清热止咳、泻肺止咳。那挺力大枣泻肺汤、皂荚丸桔梗汤都是泻肺止咳润肺止咳，像麦门冬汤等等。那么伤寒金匮治咳嗽的方药还有一个就是重宣肺气以去邪气，还有一个重治脾胃培土生金。治咳多用甘草，重在固护脾胃。那么这一点呢，在伤寒金匮的方中，使用甘草的多达120多首。那么这一点呢，对咳嗽的治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止咳平喘多用麻杏，痰饮欧宜善用姜夏。那么比如说治咳喘，以调气为重，像宣肺气、疏肝气、降胰气、去痰气、清热气、补肺气、宽胸理气。还有干姜多配五味子，这个寒温并用，五味相治，辛开苦降，辛散肝缓，辛散酸收，甘苦补泻等等。所以它宣肺呢，通常用麻黄，通阳多用桂枝，化饮重用姜辛，清热善用石膏，敛肺多用五味，降泥呢巧用半夏。这是我对他们用药特点的一个总结。那最后小结一下，经方治疗咳嗽的方剂呢，太阳咳多用麻杏石甘小青龙，少阳多用小柴胡，阳明多用白虎，少阴多用真武，厥阴多用四逆。寒性咳用小青龙、射干麻黄、甘草、干姜；热性咳用越皮加半夏、厚朴麻黄、麦门冬。痰饮咳呢，主要用听力大枣泻肺、皂荚丸石枣汤、苓桂猪肝汤、肾气丸等等。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因为伤寒金匮，我就说理论和内涵博大精深，我只是就我所学所感和大家分享，不对之处呢，请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好，谢谢。谢谢李老师啊，李老师呢，刚才给我们分享了他用经方治疗咳嗽的一个临床体会。李老师呢，不但是理论大家，也是我们的临床大家。我们知道李老师呢，早期呢毕业于我们陕西中药大学的内经专业的研究生，所以有非常深厚的中医功底，才能讲出来这么精彩的一个学术内容。李老师呢，从这个咳嗽的概念，就是从西医这块慢性咳嗽急性咳嗽亚急性咳嗽讲起，然后对西医的这个分型，西医的这个分病怎么去治疗，做了一个简单的